水下40米的博物馆，乘坐91米的扶梯直达长江底部异世界。轻轨开进大楼，在防空洞里吃火锅。重庆被人们称为8D 城市，确确实实是存在许多的奇观。重庆白鹤梁水下博物馆是世界首座非潜水可达的水下遗址博物馆，它位于重庆市涪陵区长江岸边，采用独特的无压容器技术，让游客能在水下40米深处，透过观察窗清晰观赏到原址原貌的千年石刻题记。门票价格50元。地面陈列馆里，这块像鱼的石头是博物馆里的镇馆之宝，清嘉庆年间的线刻石鱼。这块石鱼确实非常震撼，长3.1米，宽1米，重达3.5吨，是真真正正从白鹤梁原址上打捞上来的一块巨石。它雕刻于清嘉庆18年，鱼鳞、鱼鳍、鱼眼都栩栩如生。这块石鱼以及上面的字和图案是由清嘉庆年间的福州最高行政长官周穆章师范主持刻制的。乘坐长达90米的电梯下行，穿过138米的水平廊道，透过23个圆形观察窗，可以近距离观看沉睡水中的白鹤梁题刻和石鱼水标。梁上记录了自唐广德2年，也就是公元764年以来1200多年的长江枯水水位资料，是极其珍贵的水文史书。白鹤梁被誉为水下碑林，汇集了唐、宋、元、明、清齐近代300多位文人雅士、名家大儒的墨宝。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书法名家包括黄庭坚、朱熹、朱昂等。馆内采用无压容器原理，通过过滤后的长江水注入保护罩，保持内外水压平衡，开创了全球水下文物保护的范例。在三峡工程蓄水之前，白鹤梁位于长江涪陵段的江心。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自然规律，只有当长江枯水期水位极低时，它才会露出水面。古人正是利用这个规律，在石梁上刻下石鱼作为水标，记录枯水水位。过去人们必须等到冬天枯水期才能看到这些题刻。随着三峡大坝的建设，库区水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三峡工程蓄水后，白鹤梁原本的位置常年处于水下40米左右的深度，不再随季节消落而露出。如果不采取措施，这道珍贵的水下碑林将永远沉睡在黑暗的江底，且面临江水长期冲刷和微生物侵蚀的风险。为了不让国宝消失，国家决定在原址上修建一座博物馆。这里用到了非常厉害的无压容器原理，在白鹤梁上方修建了一个巨大的钢筋混凝土保护罩体。罩体内注满经过过滤的长江清水，并保持罩体内外的水压平衡，这样既防止了外部浑水冲刷文物，又让文物依然浸泡在水中。许多游客应该有和我一样的担心，就是身处40米深的水下会不会缺氧。我们在参观时其实是进入了这个保护罩体内部的廊道，透过玻璃窗观看题刻，而不需要真正的潜水装备。廊道内部是一个独立的空气环境，和陆地上的建筑一样，有完善的空气监测和循环系统，会持续监测温度、湿度和二氧化碳浓度，确保空气质量。还有一个更揪心的问题，身处40米的长江水底，如此巨大的压力，罩体一旦坍塌，罩体里的人基本没有生还可能，这种风险有多大？答案是，这个罩体经过了极其严苛的工程设计和科技保障，发生坍塌的风险微乎其微。这主要得益于它巧妙的无压容器设计和一系列顶尖的工程技术。坍塌的担忧主要来自外部巨大的水压。在水下40米深处，一个空心建筑确实会承受巨大的压力。工程师没有把罩体内部抽干，而是灌满了经过过滤的长江水。这样一来，罩体内部的水压和外部长江的水压基本保持一致，内外压力相互抵消。罩体本身就像一个在水下失重的容器，不再需要硬扛巨大的外部水压，从根本上解决了结构受压坍塌的风险。这个罩体本身就是一个巨大的坚固的钢筋混凝土拱形壳体，它就像给白鹤梁盖上了一个坚固的金钟罩，其结构强度远超普通建筑，足以应对水下环境的各种挑战。博物馆建立了一整套动态平衡数据库，通过自动检测与控制系统，24小时不间断地监测罩体内外的水位、压力、流量等关键数据，确保无压容器始终处于稳定、安全的状态。从涪陵回到重庆城区，第一站是去参观网红打卡点轻轨川楼，它就是重庆2号线的李子坝站。
列车直接钻进一栋19层高的商住楼里，从6楼到8楼穿过。列车在楼内运行，楼上楼下住着人。有个冷知识，这其实是楼轨共生。大楼和车站是同时设计、同时建设的，并不是先有楼后修轨，也不是先有轨后盖楼。为了不让住在楼里的人感到吵闹或震动，设计师采用了栈桥分离技术，支撑轻轨的柱子和支撑大楼的柱子是完全分开的，互不干扰。这其实是重庆人逢山开路的智慧体现。重庆地形复杂，山高路不平，土地资源非常宝贵。在李子坝等地受地形限制，如果轨道和楼房分开建，空间根本不够。于是设计师大胆创新，将两者合二为一，既解决了交通问题，又满足了居住和商业需求，结果意外成就了世界级的景观。李子坝站因单轨穿楼爆火后，确实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一个普通的通勤站点变成了世界级的网红地标。针对旅游团扎堆和游客体验问题，官方做了很多重客又兼顾居民生活的改造。以前游客吐槽最多的就是想从楼底走到楼顶打卡太绕了，要么绕行站外马路，要么穿行商业楼。2026年，李子坝站完成了更新改造，新增了14部电扶梯。这些扶梯直接串联了1楼的观景平台和8楼的桂花园路，形成了独立的观光通道。现在旅游团上下流转非常快，不用再像以前那样人挤人绕路了。为了应对旅游大巴和密集人流，还专门扩建了李子坝观景平台。现在这里不仅能容纳约5000人同时拍照，还设计了黄金三角拍摄位，专门方便大家拍出经典的吞轻轨错位照。这里已经从单纯的交通节点变成了一个文旅产业园。车站大楼一层设立了游客服务中心和文创主题馆，开发了190多款单轨穿楼主题的文创产品，比如冰箱贴、模型等，让游客能把轨道记忆带回家。周边涌现了很多特色小店，最著名的就是李子坝凉山鸡，很多游客都是看完轻轨吃鸡，带动了整片区域的餐饮消费。第二站，我来到了皇冠大扶梯，它曾是亚洲最长的一级提升坡地大扶梯，是重庆8地魔幻地形的开山之作。它全长112米，提升高度52.7米，倾斜度30度，全程运行约2分30秒。票价单程2元，连接两路口和菜园坝火车站。在皇冠大扶梯建成之前，连接两路口和菜园坝火车站的主要交通工具是两路口缆车。这条缆车线路于1953年建成，是重庆解放后修建的第一条缆车。随着城市发展和人口增加，原有的缆车运力已远远无法满足市民和旅客的出行需求，高峰期拥挤不堪。老式缆车车厢为木质，没有减震装置，乘坐时颠簸感非常强烈。皇冠大扶梯的建设是上世纪90年代重庆的一项重要市政工程。动工时间1993年2月，建成运营1996年2月18日。从动工到运营历时3年多。建成后，它便以中国攀山第一梯的名号闻名全国，成为当时解决山城垂直交通问题的开创性工程。曾经的亚洲第一，如今是怎么变成了亚洲第二？随着重庆巫山神女大扶梯的建成和投入使用，新的纪录诞生了。巫山神女大扶梯总长度达到惊人的905米，垂直提升高度242米，相当于80层楼高，由21部扶梯和多部电梯串联组成，规模远超皇冠大扶梯。虽然被超越，但令人欣慰的是，冠军仍然是来自重庆。在重庆城区的第3站是要去体验防空洞火锅。重庆的防空洞火锅是这座城市独有的地下江湖，将战备历史与市井烟火完美融合。如今，这已不仅仅是一种就餐形式，更演变成了体验重庆魔幻地形与热辣文化的重要方式。吃的内容以红油锅底、毛肚、鹅肠等经典菜品为主。洞内空气流通较差，火锅的热气和香味会长时间停留，就餐后衣物会留下浓重的火锅味，这是一种独特的沉浸式体验。喝醉的云踏过叫你的咖啡厅，有过清澈的谜底，季节啊坠落山顶，回忆啊留在呼吸。
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绚丽，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歌曲唱着你我，他和他，在狂欢时清醒到哭泣，努力找到了回答。过去不能抵达，你啊，现在很忙。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幻化成露珠和半岛的乌云。我游离天地，自顾自的寻觅，只留下呼啸和灿烂的秘密。